念佛人老 K， 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这辈子最大的迷信是什么？是拜佛信神，还是你去信哪个宗教团体啊？结果被骗了好几千万。其实啊，有一种迷信啊，是全世界几乎80亿人都有，那就是相信自己啊，明天一定不会死啊。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来跟你预言啊，跟我们说啊，你的命啊只剩下1年的时间啊，那你会怎么反应呢？而如果这个当下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啊，那到底行不行呢？今天呢，老 K 就带大家来看看一个念佛人啊被阿弥陀佛延寿的例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当然很多人看到这种开场啊，可能不太认同啊，因为信仰我们平生业成的人都是巴不得阿弥陀佛明天就来接我们嘛所以说到延寿啊，有点嗤之以鼻，对吧？你看有一些朋友有助念的经验，看到这些临终啊快往生的菩萨，都会劝他们：哎呀，菩萨啊，你要放下一切啊，你这辈子的功德啊已经圆满了阿弥陀佛如果来了，你就要好好跟他往生别人临终的时候啊，都会劝别人看开一点，但是如果换成自己的时候呢，这还真的就不知道了，对不对？甚至啊，就像老 K 开头说的那样啊，很多人都不相信嘛，这个死亡有一天啊，还是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每次谈到这个都会觉得晦气嘛甚至都会避之不谈然后哪一天轮到自己的时候啊，又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嘛你先别说年轻人不会接受自己的死亡就连年老了住院住了很久的这些长者，他们很多人甚至都会觉得多活1分钟是1分钟所以老 K 刚刚开头说到人最大的迷信就是相信自己不会死这有没有道理呢？这个理性都知道我们哪一天一定会经历这件事但是这个感性又牵动着你我想要在这边多留几天嘛。老 K 还是得说，我们念佛人呢，毕竟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很多同修都是视死如归的，对吧？当然也有怕死怕得要命的啦毕竟这个一辈子只经历过这一次嘛真的要来的时候还是会有点担心很多人会觉得这一辈子还有很多事想要去完成还没完成的嘛然后就这样莫名其妙染上病被医生这样宣告自己只剩几天的时间听到这些讯息的人通常在当下都没有办法接受想要再多活几天嘛。以下老 K 说一个法师的公案，这位出家人叫做道全法师，这是一个佛门非常有名的公案。先透露一下，他向阿弥陀佛求延寿结果阿弥陀佛整整帮他延寿了20年。大家应该都听过龙树菩萨就是写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位龙树菩萨所谓大智度论就是针对大般若经的注解，写了大概600多卷后世道全法师看了大智度论以后非常感动，非常崇拜这个龙树菩萨，于是他发心用金子打造一座3尺高的龙树菩萨像，天天礼拜那于是有一天道全法师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位出家的比丘这位出家的比丘告诉道全法师你剩下3年的阳寿3年以后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说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本来是应该要高兴的才对吧？但是这个同时道全法师又被告知你只剩3年的阳寿可以活了这不知道还好，一知道脑袋里就会开始想东想西了嘛我想在座很多师兄师姐听到这个不错3年后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了，很多人会羡慕道全法师才对吧但是轮到我们的时候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豁然于是道全法师这个时候就眉头深锁心里开始想哎呀，我这个上有高堂的无边深恩未报，还有我的师恩也未了就是道全法师当初他还有一位师父在阳世然后他的母亲也还没有过世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点起烦恼就对了。于是道全法师就回答道我还有师父和母亲要供养我怎么能够先舍寿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古代是一个忌讳因为这样子很不孝的嘛于是法师面前的这一位比丘知道他发心非常纯正，于是告诉法师你的情况我回去禀报阿弥陀佛以后
我再来告诉你好了。于是说着说着啊，比丘就消失了啊。3天以后啊，道玄法师又梦见这位比丘啊，进入他的梦中来跟他说啊，我已经禀报过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体会到你的情形啊，只是说到你的师父12年后会圆寂，而你的母亲是20年后会逝世啊，再加上你原先的阳寿3年啊，所以啊，干脆23年后再来接你往生极乐世界好了啊！你们看看啊，发心纯正，阿弥陀佛大大方方的，大笔一挥啊，给他延寿了整整23年嘛啊！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啊，躺在病床上啊，哦，再活没几天那种啊，一下又担心啊，我的这个存折要交给谁啊？哦，一下又担心这个地契房屋啊，哪个小孩比较孝顺，哪一个比较不孝啊？然后啊，你们看看，如果他要跟阿弥陀佛再要几天的阳寿啊，阿弥陀佛会答应他吗？万一答应他了，那几天之后来找他，然后他又说他找不到存折地契怎么办？回题啊！这个时候，道全法师担忧地问道啊，那我的母亲和师父啊，他们能不能也一起往生净土呢？这个时候，这位比丘就说，只要同心发愿，必能往生，不用怀疑呀。说的是斩钉截铁。法师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啊。但是他听的时候啊，忽然想到啊，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见到你2次啊，都没有问到你的法号是什么。这个时候这位比丘就微笑着说啊，我就是龙树啊，因为你诚心雕塑并且礼拜我，所以我才特别来告诉你。这道全法师一听到啊，那赶快顶礼啊，这还得了啊！每天礼拜的这位偶像啊，我现在本尊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啊，当然他每天也是顶礼啦。那后来啊，这个道全法师的师父和母亲啊，他们往生的年龄啊，跟梦中比丘说的是一模一样啊。然后这个道全法师啊，他也在23年后的正月15号安详逝疾啊，不错啊，还吃完汤圆才走的啊，开玩笑的。据说他往生的时候天空这个紫色的云彩啊，盖住他的毛棚。优美的音乐充满了虚空整间屋子都是香气种种瑞相显示了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法师你看看虔诚礼佛而已不但自己可以往生还示现了这么多瑞相给大家增加信心重点是阿弥陀佛慈悲体念到这个法师的孝行，让他多活了20年嘛。我们都害怕生命消逝无论是不是提早。老 K 以前在大学里面是学这个日本近现代思想史那个时候有研究过这个日本武士道精神，特别是对于江户时代的武士各个视死如归的精神印象特别深刻很多武士甚至也保住自己的忠义这个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贪生怕死之心，因为战乱的年代嘛人人几乎每天这个死亡都跟自己擦肩而过而已看多了就见怪不怪总有一下要轮到自己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越过越安逸活在这个太平的年代中是天天享乐天天沉沦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对吧？大家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每天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娱乐享受了？只要吃一点苦就像这个手被针扎到一样马上收回来嘛。所以逐渐就养成这种贪生怕死的习惯甚至这个重病有的时候这个医生宣告你只剩3个月可以活了结果最后只活2个月就撒手人寰了这个家属看到医生就气得要命你不是说3个月吗？现在2个月人就没了是怎么样搞得好像要跟医生索命一样是这个贪生好像就变成现代人的标配搞到后来个个都好像忘记无常都会来找自己一样这个没剩下几天的人就是会求自己能够多活几天能活1分钟是1分钟，不想失去也不想放下你们想一想如果哪一天有一个人叫我们用生命来不跟他换什么东西讲是讲得很帅都说可以如果真的要用白纸黑字叫你用寿命来换的话又有几个人真的肯呢？上面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法师是为了孝敬母亲奉侍师长而活嘛，所以弥陀成就了他的功德让他多活了20载我想最后法师送走了他的母亲和老师以后也应该有任务达成的感觉吧所以法师其实他要求的是要完成这个孝亲尊师的任务
并不是自己贪生怕死哦，因为他都知道啊，3年以后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了嘛。哦，还是硬要在娑婆世界多留了20年啊。哦，这个佛法当中啊，如果用利他心来求，这个阿弥陀佛比较能够恩准哦，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求的，为了利益大家哦，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大愿求，成为一个佛门的佳话啊。老 K 现在是一位中年大叔啊，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啊，人生活到最后啊，有时候真的觉得只是来完成功课的而已嘛？这个寿命是长是短啊，福报是多是少，其实都只是一种最初的设定啊，只是我们忘记了而已嘛。不管你当初设定啊是成为一位大富翁啊，还是成为一个乞丐啊，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开来说啊，其实都差不多啊，都是100年左右的时间嘛。哦，有的福报少一点的，就10几年了哦，甚至更短了。结束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重要的或许不是寿命本身的长短，而是你这一次的旅程当中啊，想要获得怎么样的体验，想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课。就像我们念佛人遇到净土法门一样啊，哦，我们应该很久很久以前就遇到过了啊，甚至有的人啊，生生世世都遇到啊，就是差这么临门一脚而已啊，所以还留在这边的人啊，有一些都是带任务的哦，另外有一些啊，则是佛菩萨要渡你比较费功夫的，可能老 K 就是这种人吧。所以我们念佛啊，每天被佛光加持的人，我常在想啊，重要的不是无常什么时候要来找我们，而是无常来找我们的时候啊，我们要怎么面对它。哦，很多前辈长辈啊，修这个念佛法门呢，应该越修越有出离心嘛。哦，越念越觉得待在这边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每天死心塌地的抓住这一句佛号啊。所以哪一天呢，我们做完功课可以走的时候啊，记得啊，我们念佛人不用慌忙，不用害怕，因为阿弥陀佛都知道啊，他都看着我们呢。只要我们相信他嘛，我觉得像老 K 常常用天线的例子来举例嘛，这个阿弥陀佛无所不在啊。哦，无论我们是怎么走的嘛，都要相信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啊。哦，所以放宽心啊。我们到时候啊，能够念佛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把佛念出来；不能念佛的就交代一下。好，然后我们一定要养成听佛号的好习惯，绝对没有那种我们快走的时候啊，有人在旁边放佛号啊，哦，你还会觉得晦气那种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趁着自己还有意识的时候啊，哦，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啊，好好交代家人。到时候记得帮我放佛号，然后多跟法师结缘啊，别到时候来帮你助念的时候啊，还被你的家人赶出去嘛。哦，你看去助念的法师啊，被赶出来的经验一定很丰富啊。哦，信了一辈子的佛啊，但是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特别迷信嘛。我看到法师的时候就在想啊，我还没要走哎。哦，这个医生明明说我还有半年啊，哦，现在不过才3个月啊，法师就跑来看我了。哦，有的人看到法师就像看到鬼一样啊。哦，还好老 K 常常跟法师们见面，常常执着自己活多久的人啊，发现没啊，都是执着还没有放下的人。哦，没有彻底放下这个业报身的打算嘛，特别是念佛的我们啊，就知道信佛同佛愿啊，并且念佛听佛号，靠上佛力啊，就一定去得了。但是要是最后还是放不下，那就可惜了嘛。哦，明明知道自己迟早要舍报的啊，现在机会来了，马上就可以去见佛啦啊，所以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嘛，应该要用这种快要下课的心来面对才对啊。啊，不要搞到我们念佛念了一辈子啊，而情执还这么重啊！到时候弥陀来接我们的时候啊，你还没发现他来呢啊！你们看啊，这个道成法师啊，都跟我们说啊，这辈子圆满了啊，都不是说你快死了吧？啊，既然圆满了，应该高兴才对啊，不用这样依依不舍的，应该干脆的跟佛走才对。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说到这里啊？可能是最近老 K 比较有感而发，体会到人生啊，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复杂。作业写完圆满了，人走就好嘛。哦，抱歉了，老 K 知道有很多长辈们啊，你们的人生体验啊，毕竟比我丰富很多啊。好，所以我在这边啊，算是献丑了，我发表自己的意见给大家参考。好，如果你也是跟老 K 一样啊，生死看得比较开的朋友，或者是你今天听了老 K 的话，打动了你的心呢，有感而发的话，都欢迎你在留言区啊跟大家讨论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啊，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期再见。